在这支影片中，你会学到影片、图片和 Lottie 的使用方式。透过 Bricks 制作一个最基本的美式餐厅看板，让餐厅菜单与店家风格影片在看板中可以自动切换，达到传递风格，同时供点餐的效果。在开始编辑我们的美式餐厅看板前，你可以先透过上方的网址下载我们提供的素材。我们也同时会将网址放在影片的说明区域。先新增一个 Diner 的 Workspace。当我们要将素材加入编排时，会先将它们上传到 Media 这个地方。Media 在哪里呢？上方有个 Media 的页签，就是用来汇入素材的地方。第一次使用需点击启用，来开始使用 Bricks 提供的多媒体云端服务。接着我们创建一个 Media Box。Media Box 就是可以让你方便分类不同性质素材的资料夹。未来若有做 Slideshow 时，也能当做一个播放清单。汇入档案到 Media 的方式，除了上传本机的档案，也可以选择直接贴上素材网址，或从 Google Drive 等方式进行上传。将素材包里的影片、照片上传完成后，我们开始新增并编辑 Application。先在上方选 Application 页签，再点击新增一个 Application， 命名为 Diner Signage， 并点击进入编辑画面。我们首先想在第一个画面呈现一段影片，会在 Canvas 区域进行编排。Canvas 是什么呢？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画布，在上面我们会加入各种元件，像是色块、图片、影片、文字方块等，都属于元件的一种。在这边将元件统一称为 Brick。加入 Brick 后，可以在 Canvas 上直接移动这些 Bricks， 进行相对位置的编排。元件与图层也有关系，一个 brick 就是一个图层，因此 bricks 加入 canvas 的顺序就决定了图层的顺序。先将这个 canvas 命名为 hamburger video， 再到 canvas 里新增一个 video 的 brick， 命名为 hamburger， 意思是这是一个可以汇入影片的 brick。之后无论是新增 canvas 或 brick， 建议可以养成命名的习惯，避免造成图层的混乱。接着，如果我们想要将这个 brick 拉满整个 canvas 的萤幕大小，有一个小技巧，你可以直接点选 width 跟 height 右侧的小图示，就有满版的效果了。最后，想要将刚刚上传的影片汇入这个 video 的 brick 里，到右侧的 path 里点击右边的小图示，就能打开 media 汇入档案。如果未来有影片想从外部网址复制过来，你也可以直接在栏位里贴上素材网址，汇入 Brick， 不一定都要透过 Media 来上传。接着预览目前的画面，点击下方三角形按钮，这样第一个画面就完成了。可以再点击停止按钮，将预览画面关掉。再来，我们想要另一个有图片和动画并存的画面，来跟刚刚 Hamburger Video 的 Canvas 画面做切换。到左上角的 Main Subspace 点选加的符号，新增一个 Canvas 2， 把它命名为 Menu Board， 就成功创建一个新的 Canvas 了。首先是汇入图片的部分，和刚才加入 Video 的 Brick 一样的概念，改为新增一个 Image 的 Brick， 命名为 Menu。并到右侧向下滑到 Path 打开 Media， 选择刚刚的图片素材，接着预览现在这个 Menu Board 的画面。但这边需要特别注意，目前出现的仍会是刚刚 Hamburger Video 的画面，这是因为预览画面是实际可以进行互动的应用程式，所以每次都会优先从有 Root Canvas 标记的 Canvas 作为开始画面。也就是一开始就被系统预设为 Real Canvas 的 Hamburger Video。那我们现在只要将 Menu Board 变成 Root Canvas， 就可以是预览的第一个画面了。该怎么做呢？只要进到 Menu Board， 选择右侧的 Become Root Canvas， 这样一来，预览画面就可以优先呈现 Menu Board 的画面咯。再来，会发现原本的成果画面上，除了图片之外，有几个会动的小动画。这要如何产生呢？这是 Bricks 有支援的 Lottie 动画功能，是个实用也容易上手的动图。但 Lottie 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图形动画的文件格式，可以让电子看板产生活泼且吸睛的效果。
Lottie 的档案非常小，且动画是向量型动画，不会受显示器的尺寸限制，因此可以任意缩放大小，画质也不受影响，还能透过 Lottie Editor 编辑器自行改变动画元素的颜色配置和运行速度的调整。现在前往 Lottify 的网站，上面有许多免费或付费的动画素材可以直接使用，输入关键字就可以快速找到动画素材。选定好动画后，先复制上面提供的 URL。回到 Bricks， 新增一个 Lottie 的 Brick， 帮它命名，并输入这个 Brick 的尺寸，将刚刚复制的 URL 贴到 Path 里。这时想移动物件，可以打开预览，及时观看效果，同时进行拖移的动作。或是你也可以直接在右侧输入坐标位置移动物件。另外2个动画也是以同样的概念来加入这个 Canvas。最后来看看预览画面效果如何。恭喜，你已经完成2个画面的设计编排咯。若想进一步让画面更生动，你可以在右侧 Speed 里输入倍速，就可以看到效果了。如果我们想在内容上做更动，例如更改菜单上的价钱，将会在下支影片教你快速变换的方式。刚才我们已经建置了2个不同的 Canvas 画面，该如何让这2个画面自动进行切换呢？切换 Canvas 在 Bricks 系统里有非常多不同的方式，在这边会先教大家2种方式。1. 影片播放完后自动进行画面切换。2. 画面显示固定的秒数后自动切换画面。首先是第一种，让影片播完自动跳到下个画面的方式。先进到 Hamburger Video 的 Video 里，在右侧滑到最下方的 Events。若想要设定触发的事件，就会到这边的 Events 来操作。上面列出的就是各种触发方式，可以在里面设定想要的动作。选择其中 Round End 这个触发方式，代表影片播放完毕这件事是下一个动作的触发点。点进去编辑，在设定里新增一个 Action， 选择 Change Canvas。意思是触发的动作是切换画布这个事件，然后在上面选 Canvas ID， 就会跳出一个选单，里面可以选择你想切换的下个画面名称，选 Menu Board， 接着 Save。 这样一来，当 Hamburger Video 的影片播放完后，就能自动切到 Menu Board 的画面咯。接着，如果我们想让 Menu Board 5秒后自动跳回 Hamburger Video， 可以进到 Menu Board 里，右侧 Properties 的 Showing Timeout 设定时间。特别注意，这边的单位是毫秒，就是1/1000秒。所以如果想要5秒后自动跳回的话，这边就输入5000，然后到下方的 Next Canvas ID 选择即将返回的 Canvas 名称。想预览完整的画面，可以将 Real Canvas 改回 Hamburger Video。开启预览画面，确认画面是否能顺利切换，这样就代表设定成功了。完成后可以连接到装置上观看效果，到右上方储存，返回总编辑后台，到 Device 连接装置，输入代码，回到 Application 选定装置 Update。这样我们的动态美式餐厅看板就完成了。恭喜你学会制作动态菜单风格化的美式餐厅看板。在下一部影片，我们将会教你如何使用 Bricks 的 Data 功能，及时并快速更新商品售价。